第1148章不速之客。大殿之内，众人望着那带领着曹家之人形出殿门的曹颖，面面相觑了一眼，皆是暗自一声叹息。没有人能够想到，今年这一届的五大家族居然会闯出这么黑的一匹黑马，连曹家的曹颖都是压制不住。考核结束，一些人也不想再多留，于是陆陆续续的便是转身离去。一些以往与叶家有些交情的势力，此刻在此刻时也是开始与叶仲打起了招呼。叶家虽说没落，但如今毕竟依旧是保存下了五大家族的位置，日后丹塔长老席的席位也将保留一席，那地位或许还比不上曹家，但也是寻常势力难以比喻的。对于这些人的招呼，叶仲倒是全部微笑面对。虽说如今的叶家有了喘息时间，但这却并不是他们为之嚣张的本钱。经历过那些时日的破败与颓废，叶仲非常清楚地知道怎么说话才对未来的叶家有好处。萧炎随意地在身体上套了件衣衫，这才缓步走向叶家席位，冲着叶仲等人笑了笑。萧炎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见到走过来的萧炎，星兰连忙问道。萧炎笑着摆了摆手，刚欲说话，视线却是一转，只见得那丹家的一行人正在丹轩的带领下对着他们走来。见过叶仲长老。丹轩先是对着叶仲拱了拱手，然后目光转向萧炎，微笑道：哼，萧炎先生果然是让人惊诧不已，没想到连曹颖都是奈何你不得。对于丹轩，萧炎倒也算是有着一分好感，他与那曹修一样，皆是属于那种输得起的人，不会类似那白鹰一般，因此见到他主动来道贺，萧炎也是笑着道：见笑了，他可未曾出过全力，不然的话我也接不下来。在说着话的同时，萧炎的目光却是忍不住地转向了丹轩身后的那名少女，此刻后者也正在好奇地盯着他，瞧得他目光扫来，小脸上顿时浮现一抹绯红，犹如鸵鸟般的将头缩了回去，躲在丹轩身后。哼，这是我表妹丹晨，她素来不喜生人。丹轩有些歉然的道。萧炎笑着摇了摇头，他曾经与这少女接触过，知道她的一些诡异地方，而且从先前曹颖对她的重视程度来看，明显这少女也是一个真人不露相的主，只不过令得他感到诧异的是，他居然一点都感觉不到丹晨的灵魂波动。萧炎先生，日后若是有空闲的话，可以来圣丹城内域的丹院，到时候定与你畅饮一番。此刻的大殿一片狼藉，丹轩也不愿多待，在与萧炎闲聊了几句后，便是笑着拱手告辞而去。萧炎目送着丹轩一行人离开大殿，这才转过头冲着叶仲等人耸了耸肩，这便是表现了实力的好处，容易被人重视。既然考核完了，那我们也走吧。伸了一个懒腰，萧炎笑道。等等，萧炎话音刚落，一道声音却是在身后响起，他有些疑惑地转过头，却是见到一脸笑容的盛长老正快步而来。盛长老，有事？对于这盛长老，萧炎也不敢怠慢，当下笑道。盛长老笑着抚了抚胡须，先是将目光望向叶仲，叹道：叶仲，先恭喜你了啊，总算是保存下了五大家族的之一名头，这也得多谢盛长老在其中周旋啊，这份大恩叶家牢记在心。叶仲苦笑了一声道。盛长老摆了摆手，目光转向萧炎，笑道：不过你叶家此次倒是找个了不起的帮手，你是叫做萧炎吧？萧炎笑着点了点头。我听说过你和冰河谷的事，药尘是你的老师吧？盛长老微笑道。闻言，萧炎眼神微凛，还不待他说话，盛长老便是挥了挥手，笑道：不用紧张，说起来，老夫当年也算是接受过药尘的指点。心头略松，萧炎迟疑了一下，也就不再隐瞒，缓缓地点了点头。唉，这老家伙的眼光还是那般的毒辣，真是让人羡慕。盛长老叹息了一声，话语之中有着一种掩饰不住的艳羡。对于此话，萧炎只能笑笑。你此次来丹域，应该也是冲着丹会儿来的吧？盛长老话音一转，突然道。对于这一点，萧炎倒是没怎么隐瞒，当下便是点了点头。距离丹会也快了呀，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让你随我去丹塔一次，或许会对你有些帮助。盛长老抚着胡须，旋即认真的道。闻言，萧炎一怔，有些迟疑的道：去丹塔？对于丹塔，萧炎一向都是抱着一些忌惮与敬畏心理，这个庞然大物既然能够与魂殿齐名，想必实力必然也是极为的恐怖。我想
会长他们可能会对你有兴趣，见见他们对你不会有坏处。似是看出了萧炎的迟疑，圣长老郑重的道：会长。萧炎心头一跳，能够让身为丹塔8大长老之一的圣长老这般称呼的人，除了丹塔的那3位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巨头之外，还能有何人？我看你似乎对曹颖的魂手印很感兴趣，他的魂手印便是在丹塔所习。圣长老笑道，话语中有着一种引诱之味。他的引诱并非是没有效果，萧炎的目光第一时间便是转向了圣长老，沉吟了片刻，终于是缓缓地点了点头。以丹塔的实力与地位，若是要对他不利，也根本不需要耍什么手段，因此应下来也无妨。哼，此事便这么定了。等几日，我会亲自去夜院接你去丹塔。见状，圣长老方才一笑，道：闻言，萧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，再次与圣长老聊了片刻，方才与叶仲等人离开大殿。望着萧炎远去的背影，圣长老脸庞上的笑容也是缓缓收敛，喃喃道：听会长所说，此次魂殿也会派人参加丹会，这3000焰炎火可不能落在他们手中，所以只能尽量的寻找一些有实力并且能够信任的人与他们争夺啊。5大家族考核的事，在圣丹城也算是一件不小的盛事，关注这件事的各方势力也不少，因此就在那考核完毕之后不久，那发生在大殿之内的种种消息便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的席卷而开。叶家获得考核第1，这等消息对于一些有心想要看叶家笑话的人或者势力来说，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般。如今许多人都是猜测叶家是否还有资格保住5大家族的名额，但这猛然间传出的消息，就犹如狠狠在他们脸上抽了一巴掌般，令得人有种难以置信的感觉。而随着消息的扩散与明了，一些人也算是搞明白了事情起因，这一切缘故都是因为一名叫做萧炎的年轻人。于是短短几日之内，萧炎立刻便是成为圣丹城的一处热谈。显然对于他这匹突然间窜出来可与曹颖媲美的黑马，很多人都是极感兴趣。而在外界因为这些事而传得沸沸扬扬时，萧炎倒是变得极为低调起来，整日便是缩在夜院之内，安静地研习着那从曹颖处偷学而来的魂手印，极少外出。时间就在这般宁静的修炼之中缓缓流逝。时间流逝，距那丹会开始也是越来越接近，而伴随着丹会的临近，也是有着越来越恐怖的人流涌进圣丹城。这般辽阔的地域，几乎每一处地方都是有着无数人影，圣丹城的一些客栈旅馆也是处于爆满地步。这片地域已经成为了中州无数道目光聚焦的地方。夜院深处，一处幽静院落之中，萧炎双眼微闭地盘坐在石椅之上，其双手正以一种缓慢的速度结动着一道道极为悬异的手印。若是看得仔细的话，便是会发现这些手印正是当日从曹颖手中偷学而来的那魂手印。如今萧炎所施展的这些手印虽说缓慢，但已经没有了当日的那种生涩之感，而且伴随着其手印的变动，其眉心处的灵魂力量根本不用控制，便是自动的弥漫而出，旋即沿着特殊的轨迹缭绕在印结之上。手印的变化持续了约莫10来分钟，方才缓缓停顿，而萧炎的双眸也是徐徐睁开，一口浊气顺着喉咙轻轻地喷吐而出。浊气离体，萧炎也是缓缓起身，双手负于身后，然后转过身，漆黑双眸盯着院落中的一处虚空，淡淡的道：既然来了，何必躲躲藏藏？不愧是药尘那老家伙的弟子，感知倒是不错。萧炎声音落下，那处虚空顿时传来细微波动，旋即一道全身包裹在黑袍之中的人影缓缓自扭曲的空间处浮现而出。萧炎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不速之客，从对方的身上他感觉到了一种有点熟悉的味道。魂殿的人。萧炎语气如冰，森然道：哼，听说药尘那老家伙的古灵冷火在你身上，所以想要来借用一下。黑袍人影轻声笑道，而随着其声音落下，一股深蓝色的火焰突然徐徐地自其体内升腾而起。萧炎的目光在望着那股深蓝色火焰时，眼瞳陡然紧缩。海心焰。